嗨，大家好，這次是我們這個夫妻日本旅遊福岡篇。福岡大概有名的美食就是第一個是拉麵，第二個是水炊雞，第三個呢是牛腸鍋。OK， 我們這次就特別挑了我們兩個第一次去都吃的覺得非常意猶未盡的這個牛腸鍋，我來幫大家開箱一下。那我們這次住的呢是中洲站，就是位於博多跟天神這的中間。那基本上呢，福岡最熱鬧的地方大概就是博多跟天神。好，那我們因為呢第一次去福岡，我們吃了其實蠻多家牛腸鍋，然後呢我們有吃到一家很雷的，什麼原主什麼牛腸鍋，因為它的腸子很臭。就是因為它的腸子沒有油，很像豬腸，就是臭臭的湯啊、蔬菜什麼的，感覺也不怎麼樣。可能我們去什麼居酒屋有牛腸鍋點一下，然後都發現，奇怪，怎麼那種小店的牛腸鍋反而特別好吃，然後那個連鎖店的特別雷。所以我們這一次呢，就是走隨緣流，找到哪家吃哪家。所以呢，我們就找了幾家。OK， 第一家叫 Yumeya， 這是我們到了這個福岡的第二天早上會有牛腸鍋這種東西，我也覺得很神奇。一家專做早上7到11點，而且他中午就休息了。我們到的時候呢，就他2樓有一組韓國家庭，就是大概好像6個人吧，然後樓下有2個也是韓國女生，然後加我們2個，所以蠻多觀光客的。特色就是有點貴，跟一般的牛腸鍋價錢比起來貴一點，量好像也沒那麼多，味道是好的。醬油鍋跟味噌鍋，我覺得2個都是好的。因為是早餐，我們也沒有吃很多，就是一人點了1鍋，然後點了一個飲料，大概花了5300yen，大概就1000多台幣，所以一個人大概500。我覺得它的量比平常的明顯少，大概快一半以上。它的牛腸好像還沒到很少，它看起來鍋是滿，它那個 pot 火鍋是小的，但是這一家評價很高，4.7顆星，然後有149個評論。但是呢，它有個重點是 Google 評論會送酒，好像是生啤酒，可是它沒有強制要你送5顆星啊，就你只要可能 Google 幫他打個卡什麼的，他就可能就會給你。但是這一家就是好吃，但是我覺得分量偏小，小貴。然後再來是我們當天晚上馬上就去找了第2家。那這家的特色呢，第一個 No Nihodai All You Can Drink， 它這間比較有特色的是，他說它的牛腸是和牛腸。而且我們吃起來呢，是牛腸的那個肥油的那個味道，確實是跟一般的店家不太一樣，蠻推薦大家去試試看。尤其是在中洲站，它在中洲東體的附近而已。它是1份3300，2份6600，然後重點是它是 set， 就是它是一個套餐。它鍋好像記得單點好像只要1000多而已。然後呢，它的 set 也蠻有誠意的，就是它從開胃菜用那種酸涼拌雞皮，然後中間會有我記得有生魚片、炸物，然後好像有炸雞吧，還是炸雞翅。它基本上前餐都是有肉含量，我覺得也蠻不馬虎的。我覺得這家比較特別，是它主打的還不是牛腸鍋，因為這一家我們反正就是吃得很爽，然後因為晚上嘛胃口也比較好，我們總共加點了，就是在吃媽祖鍋的時候已經加點1份牛腸、1份野菜、高麗菜、韭菜那些，然後豆腐，就等於是整鍋直接再加1份，然後加完了吃的還不夠爽，我們又再加了一個它的媽祖水炊合體鍋，這一家吃了18921，快接近3800。我覺得如果我們不說清楚，大家可能會以為它分量很少，其實沒有，就是我們那天特能吃。就是它有一個小的問題，就是它有一個中國店員，但是他在給笑，这個明顯就是裡面廚師就跟他講中文，他就是中國人。可是你跟他講中文的時候，他給笑，就是裝死，假裝聽不懂，然後你還要跟他用英文，他還假裝他英文比中文好，他就是你跟他講，比如說像我們那時候有寄放行李，你跟他講 luggage， 他會說哦 luggage， 然後就把行李拿給你。重點是我們跟他講行李，他還在那邊裝死，知道嗎？他其實也不知道服務不好吧？對，我也知道服務不好，就是有點怪怪的。但是這家我覺得它4.5顆星，然後46則評論，感覺應該算蠻新的一家店。但我覺得這一家還不錯，因為你看它第一間媽祖鍋，單點一個要2300，這一間它這個 set 只要3300，多200，然後可以多大概4道前菜，蠻划算的。所以我覺得這一間我會比第一間更推。好，再來是第3間叫川端，聽說是一家開了很久的老店。然後因為我們那天跟朋友一起吃，畫面就比較少一點。它的特色是要排隊，這家排隊的名店。重點是我們進去吃牛腸鍋，然後我觀察了一下，旁邊的人都不是吃牛腸鍋。我後來覺得他們的那個主打不是媽祖鍋，因為這家的媽祖鍋，我覺得就是一般般，
也沒有到特別有記憶點。然後我們3個人呢，應該至少點了3人份吧，大概8000多yen，所以除3，一個人500多。我們是有點一些，比如說豬肉餃子或是香腸之類，因為那一間好像也推豬肉。另外一個點是，它就在接田神社旁邊。如果去福岡，大概都會去那邊觀光，所以它那邊算是蠻靠近旅遊景點。好，還有這一家有個特點，這一家的旁邊有一家那個很臭的拉麵店。哦，排到好長哦，他排超多人，然後重點是，你知道嗎？我去日本真的很少遇到就是這麼臭的，就是你在日本就算在超市、魚市場，他們都會把它弄得你聞得到味道，可是完全是不會有那種讓你不舒服，不會很濃啦。對，然後那一家是特臭，就是你在外面以為它裡面是賣臭豆腐，然後但重點是它是賣拉麵，我不知道為什麼那邊就是這麼臭，太濃的味噌那種味道。這個川端4.4顆星，300多則評論，也算是蠻不錯的一間店。OK， 再來是我們最後一間，這個媽祖熊。其實我覺得這一間好像也不太算是專賣店，因為這間有點像是居酒屋，有來喝酒。因為我們除了點它的媽祖鍋以外，我們還有點它的那個炸物，我記得有點一個餃子，然後好像還有點一個炸雞翅。然後呢，它的那個炸物我覺得也非常好吃。這一家的缺點就是，我記得也是有點小，不算貴。就是我们這家也是晚上去，反正一天結束了嘛，就是準備要吃得爽、喝得爽的時候，媽祖鍋吃了，然後炸物吃了。可是它飲料我記得蠻貴的，好像一杯300多，快400yen吧。所以後來也是就是沒有吃得很爽，就趕快閃。我覺得這家是我遇到最日本化的店，整個氛圍。然後裡面店內啊也是很日本風，然後它的店員也是很日本，你知道嗎？就是日本人會這樣，就是你點餐，然後他有時候會跟廚房裡面會用叫的，你知道嗎？哎，你有嘗過一份這樣子，就是很日本味的店，有一些會這樣，就是朝着那個廚房裡面用叫的，他不會說什麼遞個單子夾個單子或怎樣。然後炸物我覺得蠻好吃的，有一點小可惜，就是因為它飲料很貴，然後他又沒有喝到飽，因為它是居酒屋風嘛，酒很貴，飲料很貴。所以我們後來沒有在那邊喝很多，然後總共是6160，所以一個人600，其實也還好。但這一家我也覺得量偏算少，但它的鍋蠻好吃的，但是因為它的炸物很好吃，就有幫他那一間加分，所以我覺得我會把它排在第一間的前面。好，那我們以上就吃我们這一次去吃了4家牛腸鍋。因為我們去5天而已，然後我們已經吃了4家牛腸鍋，所以後來我們開始有這個牛腸恐懼症。尤其是媽祖熊，它超肥，它比和牛那家還要肥，肥到就是已經差不多到耐受度。而且媽祖熊它很肥酸，它飲料又很貴哦，那個很膩，你知道嗎？就是吃完就是哇滿嘴油，然後很想喝個水啊，喝個飲料。所以基本上來說，這4家我的排名會是中國那一間，然後媽祖熊，然後再來是早餐那一間，最後是那一間川端。我後來吃起來覺得川端也没到不好吃，但是就是少了特色。它的那個牛腸鍋就是很大眾化，就是好像隨處隨地都可以吃到，就是一般的湯頭，然後配料我覺得也沒什麼特色，就是一般好吃的牛腸鍋。像其他店都會有一些公版，就是牛腸、高麗菜、韭菜、豆腐，他們上面撒的那一些料或者是鍋的湯可能會有點不一樣。就是他們可能會有一些會撒一些辣七味粉之類的，就辣辣的，然後有一些會撒那種類似蒜頭還是什麼的，反正就是各家有各家不一樣的調味。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去福岡吃了4家牛腸鍋，幫大家試吃的。大家以後有機會去到福岡的話呢，想找牛腸鍋的話，可以參考一下這樣子。好，那我們這次呢，這個福岡美食牛腸鍋的這個探索開箱之旅就到這邊。OK， 那謝謝大家收看，大家拜拜。笑死吧！生啤酒，挑戰 Day 2。它是不是有出果光環？我總覺得為什麼這裡生啤酒特別香？你就是一個崇洋媚日的家伙。希望阿管不會看到這一部。他很生氣了，你也生氣了。還是個心情的問題。不用工作逃到國外特別開心。可能你一個禮拜才開1天或2天。而其他時間可能我也在工作啊，我要拍一些東西啊，拍一些廣告啊。講一句 KingShop 的廣告詞。哇，這裡怎麼有個肉呆？我現在已經換成我們
最愛可口拉。哇，這裡怎麼有個肉呆？